现在他在用那个特定的扭曲姿势去照少年人腰窝已成，在窄腰上形成2个柔软却规整的树林，而在那腰窝之间向下半寸，魏无羡熟悉的地处，那行字迹却已无声地消失了。方才他洗完发，无心回首向镜中一望，所见当真惊到了自己，这才一下子冲出去，本想让江澄给他看看，但那么多人看着，又让魏无羡把这个冲动起的念头压了下来。这是有些蹊跷，魏无羡想，就在他的小纸条被蓝忘机截杀，导致他被蓝老头罚去抄书之前，这行字还是在的。他来云深不知处没多久，讶异于他们那个洗澡也要定时辰的规矩，洗完在榻上打滚抱怨衣服穿得不整，那行字便隐隐露出来一点。江澄看见了，冷哼一声，还说是个什么人不知道，看起来倒像个死人。魏无羡长手长脚摆个大字，呵呵一笑，我死了，明天你向蓝老头报备一声，我就不去听训了。若说是自己刚来云深那时消失的，那几天他见的人多，说的话更多，魏无羡还有迹可循。线下这段时间，他终日里和蓝忘机那个小古板在藏书阁里耗着，小古板一共无聊来无聊去的，没几个字，还终日禁言他。等等，魏无羡身子一抖，哗啦一声从浴桶中站了出来。蓝忘机。事实证明，魏无羡绝对不是傻，他只是突发健忘，忘记了一些弥足轻重的细节。第一个冲进脑海的念头居然是，怪不得他觉得蓝湛的字好看，不仅好看，还格外顺眼。除了小古板写字当真好看的因素之外，他已然看了这个字迹好多年。藏书阁中那个写字端方的冰冷少年不胜烦扰，一眼望见禁书，拔剑而来，色如琉璃的眼睛第一次露出滚烫的怒意。他就那样斥魏无羡，你是个什么人？魏无羡对这件事相当看得开。领旅固然可贵，命定之人所辖的范围却比常人所想要宽泛很多。蓝家先祖蓝安或是世间最幸运的情郎，因他的道侣也正是此生领旅，但更多有所记载的领旅之间往往不是恋人的关系。魏无羡自从自己身上出现字迹，也或多或少地打听过一些，故事里互认为领旅的既有师徒，还有长幼亲眷，亦或是两两不相识的路人，就算互相认过，仍改不了彼此是陌生人的现状。说到底，命这东西本就多种多样，领旅之间总不会只有一种可能。那么按魏无羡的想法，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恋人也是人，仇人也是人。倘若真有命数这种东西，不如说他今生大概就是注定来逗弄蓝湛的。魏无羡全然接受，魏无羡感觉良好，但他没有告诉过蓝忘机。按理说不该如此。云梦大弟子的脸皮之厚，堪比一强，能把春宫递到端方君子的鼻子底下，推三阻四和扭扭捏捏，到他这儿尽数都是死路一条。但在那副浪荡轻佻的皮囊之下，魏无羡其实也是个很正直的好人。他喜欢逗蓝忘机，但他不想伤害那个冰雕雪气似的少年郎。贸然就认对方做领旅这种事，还是有点突破底线了。在云深不知处的3月之间，有时候魏无羡拎一坛酒坐在房檐，无言对月时，突然会想，如果蓝湛知道他的领旅居然是自己，说不定会怒气上涌，被命数欺负得无可奈何，耳朵红到眼睛，索性气哭一场呢。但蓝湛那么认真的人，一定会很当真，会想努力和他结交，努力和他相处，努力不训斥他，努力和他思绪信马由缰，手上嘴里也都跟着没数起来。他喝太快，胃里不舒服地动了动，打断魏无羡的胡思乱想。罢了。魏无羡摇头，江澄正从房里探出头找他，他将酒坛向下一抛，喊了声江澄接着。酒坛来的角度刁钻，就像每一个魏无羡留下的烂摊子。江澄回了一句接你个屁，但还是给他接住了，一抬眼目光更齐。魏无羡，你笑什么？马尾高竖的少年跳下屋檐，姑苏月色太好，仿佛他是从月亮里直接跳下来的。他说，我笑蓝忘机。收，别犯病了。魏无羡鼻子哼了一声说，你不懂。江澄说，我巴不得不懂，闭嘴吧你。紫衣少年回屋放了空谈，又说听学的几家弟子要来玩，酒却被魏无羡喝得不够了。魏无羡应声要去买，语调心不在焉。江澄转头看他，见魏无羡还是在笑的，这回是冲着月亮。后来买酒的魏无羡在蓝家挨了打，
还拖上蓝忘机自罚。戒尺一下又一下的打下来，蓝忘机岿然不动。魏无羡哼哼唧唧，瞧着身边跪坐者明明年少却又冰冷的脸孔，没来由的想：蓝湛怕不是命中注定和我一起挨打的吧？他天生爱笑，这样一想，嘴边似乎又有一丝笑意藏不住。施罚的弟子眼观六路，后面一下打得格外重，魏无羡那一声也哼得格外狠，生生把那一缕笑给咽了下去。魏无羡抬头望去，蓝忘机似乎是瞥过一眼来，满满都是责斥的神情。他那一笑被近处人看见不假，不知怎么被躲在柱子后面的聂怀桑也看到了。等到戒尺打完，聂怀桑摇着扇子，很是赞叹的评道：挨打还能录笑，魏兄不愧是魏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江澄挑眉问：那是什么？魏无羡真的没办法解释，闭嘴改口，继续在江澄被赏生生说痛去了。云深静谧，各家子弟听说有人在祠堂挨了打，今日也都蛰伏起来，一路走来都是无人。江澄被他颠来颠去，突然就把一个念头颠进了魏无羡的脑袋。他一直在想蓝忘机和他算哪种命定，却不知蓝忘机是否也命定于他。他甚至不知蓝忘机身上是否也有字迹。魏无羡不想告诉蓝忘机领履一事，却被这个念头勾起了极大的好奇心，只是左思右想，实践起来着实困难。他如果径自去问蓝忘机，不免又被当成轻狂，给人训斥一顿，或是干脆不理，更不可能指给他来看。那字迹若是落在手心手背还好，但蓝湛那双弹琴挥剑的手，皮肤光洁无疵。魏无羡遥想一下骗得蓝忘机脱衣服的情境，或是强行扒衣，大概真要被蓝湛直接捅死。魏无羡不由揉了揉脑袋，好在机会说来就来。冷泉里的蓝忘机泡得一脸入定，魏无羡甩开腿跳进去撒欢，水花扑了蓝忘机满头满脸。他发丝长，忍不住要撇开进了水贴了脸的那些。夜光很暗，就在背脊一起一伏之间，蓝忘机长发的缝隙里，魏无羡看到他背上有什么东西，然后蓝忘机的眼神也很严厉的扫来，魏无羡摊手退开。他看得无甚明确，蓝忘机的背脊上有一道红痕，近乎后心的位置，稍偏几寸，颜色显得比血红更艳一些，由此才在那些青紫的戒尺痕上看得分明。魏无羡就看到这么多，思来想去，觉得那也可能是一块当先被泉水冷意冰住的淤血，关于蓝忘机身上的字迹便没有了答案。多年之间，有那么几次，魏无羡几乎忍不住要将领履一事对蓝忘机和盘托出，但话到嘴边，总像是被喉咙亦或心口的什么东西哽住，继而被牙齿咬碎，化作唇边一缕笑意消散。摄意之时，他想说：忘机兄啊，忘机兄，我这辈子大概是命定要捉弄于你的。但抹额掉落后，蓝忘机的神情过于可怕，魏无羡把意欲用玩笑声调说出的实话咽下去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扯了蓝忘机身上一个部位。等到屠戮玄武的洞穴里，两个人两相狼狈的哭坐，魏无羡突然想起他们一起在祠堂挨过的打，又想说：蓝湛啊蓝湛，说不定我们两个是注定要绑在一起受苦了。但那时他烧得头昏，蓝忘机却低低地哼起了一个调子，那么静，那么沉，把魏无羡裹进了无风无光的梦里去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急匆匆的，像是一场接一场的暴雨，把他们的少年时光不留痕迹的冲落。后来魏无羡无暇，也不再好奇蓝忘机身上的字迹，他不再想知道蓝忘机是不是也与自己绑了同道命途，也不想弄清蓝忘机是不是他的领履。几番冲突之下，偶尔几个倏然而至的念头里，他只是想，少时思考的路子对，蓝忘机这辈子该是特意来和他过不去的。天上浮云似白衣，思绪改变如苍狗。再后来他死了，然后又活了，又一次到了云深不知处。冷泉里的蓝忘机不复少年时的青涩，是个沉默的男人，那湿了水又归在一侧的长长黑发让魏无羡恍如隔世，但他看的是那遍布背脊的界边痕迹。没有了，他想，他好像再也不能弄清这个关于蓝忘机的秘密，心底一个很深很小的地方突然觉得难过。但仔细一想，让他难过的却又不是这事，具体是什么，魏无羡一下子还说不出。没了能够实际查看的证据，魏无羡竟然抓心挠肝的想知晓蓝忘机身上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字迹。如若真的有，那字迹又是什么？蓝湛在这20多年里找到自己的领履了吗？
那便只能问了。第一次骗得人醉酒的时候，魏无羡插空问韩光俊：“你有字吗？”蓝忘机说：“有。”他的声音端正、笃定、深沉，几乎烫得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心里突然冲起一股铺天盖地的洪流。随后那个问题也便问得很小心，却又很激动。魏无羡问：“字是什么？”答曰：“忘机。”魏无羡一拍自己脑门，是他犯傻心急，没有互通情境，当先问了太有歧义的问题。蓝忘机喝了酒什么都说，也就那样一本正经地回了这个无人不晓的答案。这对话有种让他感到异样的熟悉，却已不记得发生在何时何地。蓝忘机还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他，迷离、执着，格外用力。不，韩光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身上有字吗？这次蓝忘机轻轻地闭了一下眼睛，没了方才惊喜，这回心脏像是跳漏一拍。魏无羡乘胜追击：“身上的字是什么？”蓝忘机扭头不说话，耳朵在灯烛之下似红，又像是魏无羡的错觉。魏无羡急忙在底线之前悬崖勒马，却耐不住在蓝忘机第二次醉酒的时候继续追问：“韩光俊，你身上的字迹写的什么呀？”蓝忘机还是扭头不答，转手要去拉那条绑着魏无羡手腕的抹额。他手劲大得可怕，魏无羡一个闪身夺走，脑子一转，开始旁敲侧击：“你身上的字，供你辨认领履那个还在吗？”又一个非常笃定的回答，低低的喉音滑落出来，像是拨了一根很低的弦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